她本是全网力捧的女篮新星，却用3个月毁掉了3年的努力。从单挑陈一帆封神的未来之妞，到全网声讨的反面典型。16岁的她用不到1年时间，完成了一场堪称离谱的人生急速坠落。她就是曾经的水泥地篮球天才少女张嘉译。谁也没想到，那个从乡村水泥球场走出来、万众期待的女篮未来苗子张嘉译，在赴美后彻底迷失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不到1年便跌落神坛。一切的起点在2025年5月，一条单挑视频让她一夜爆火。赛场上，她使出流畅的山姆高德动作，晃过知名接球手陈一帆，紧接着潇洒拉杆上篮，利落的球技惊艳全网。小提琴变向，这我第一次在女生身上看到这个动作。他没有教练，也没有专业的场地和装备，甚至在15岁前和篮球毫无交集。直到初3那年，他才第一次摸到篮球。艰苦的条件下练就这样的技术，让大家看到了他背后的韧劲和刻苦。于是，未来之妞的名号就此传开。张嘉译的努力被大众看到后，运动品牌送上球鞋赞助，业内知名人士纷纷关注，称她是从大山水泥地走出来的逐梦少女。彼时的她坐拥300多万粉丝，被全网视作草根逆袭的典范。大家都笃定这个肯吃苦、有天赋的女孩，未来能在篮球领域闯出一片天，甚至成为中国女篮的新生力量。然而，张嘉译的辉煌时刻竟然就止步在了刚刚出名得志的时候。事业与口碑达到顶峰后，赴美接受专业美式篮球训练的机会摆在了张嘉译面前。沉浸在鲜花与追捧中的张嘉译一意孤行，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坚持要远赴海外深造。2025年7月，他独自踏上前往美国南桥高中的航班，经纪公司与爱心人士承担了他全部的学费、生活费及往返机票，全网都在为他送上祝福，等着看未来之妞在专业赛场大放异彩。可他没有做好任何心理准备，接受不了自己在国内引以为傲的野路子球技，在美国高中的专业体系里根本不堪一击的残酷现实。南桥高中即蓝桥基督学校，是南加州顶级篮球名校，先后输送过10余位 NBA 和 NCAA 职业球员。队内球员大多从6岁开始接受系统化训练，拥有科学的体能管理和成熟的战术体系。而张嘉译初3才接触篮球，全靠在村口水泥地对着短视频自学，基本功、战术素养、身体对抗能力和同年龄段美国球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。入校后的第一次队内选拔就给了他当头一棒，他连校队1队的门槛都没摸到，只能被分到水平最差的2队，连正式联赛的出场资格都没有。这种落差是致命的。在国内，她是全网追捧的天才篮球少女，可到了美国，她成了队伍里最透明的边缘人。曾经支撑她全部骄傲的篮球，一夜之间变成了打击她自信的利器。面对巨大的实力差距，她没有选择沉下心来打磨基本功去追赶差距，反而用最幼稚的方式宣泄不满。她开始消极对待训练，找各种借口缺席队内活动。短短3个月，她的社交平台就彻底变了样，昔日记录训练汗水的动态全部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潮流穿搭、限量球鞋的炫耀。原本清爽的运动短发换成了夸张的脏辫儿，生活重心完全从篮球转向了吃喝玩乐。她开始脱离训练圈子，与当地的网红结伴游荡，将当初赴美追梦的初衷抛之脑后。入学不足1年，张嘉译便因长期旷课、无视校规、训练态度恶劣，被学校正式劝退。一夜之间，她失去了求学资格，滞留海外，陷入无学可上、无处落脚的窘迫境地。就在他走投无路之时，定居洛杉矶的一对华人夫妇伸出了援手。因为家中孩子是张嘉译的粉丝，夫妻俩出于同胞情谊，无偿收留了他，为他提供食宿，希望他能调整状态，重新规划未来。这份雪中送炭的善意，最终却演变成一场农夫与蛇的现实闹剧。入住之后，张嘉译多次以生活周转为由向房东借钱，借钱后却迟迟不还。此外，他作息混乱，经常深夜和朋友外出玩乐，在家中大声吼叫，多次遭到周边邻居投诉，给房东一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。更让人寒心的是，房东女主人发现自己的结婚戒指等贵重物品不翼而飞，诸多线索都指向了张嘉译。被质问后，他花钱雇佣网红和水军，在网上造谣抹黑房东夫妇，谎称自己被苛待、被软禁，导致这对夫妇遭受了大量无差别的网络暴力。直到房东表示要报警，他才当场双膝下跪求饶，哭着问房东要多少钱。我求求你了，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，我求求你了。但始终没有承认偷窃行为。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，张嘉译发布了道歉视频，他承认了拖欠欠款、雇人造谣等行为，随后宣布无限期退出国内平台，并承诺逐步还清欠款。不过，他始终否认偷窃和教唆房东家未成年人的指控。他前脚刚在国内说退网，后脚就在海外社交平台更新了吃喝玩乐的日常 vlog。What's up, guys? Today I'm very excited in the morning. 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。张嘉译用3年的汗水换来了全网的偏爱和最好的机会。
机会，却只用了短短3个月就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很多人说是美式教育毁了他，但其实真正毁了他的是他自己丢失的初心和底线。这个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篮球女孩，承载了无数普通人关于热爱与逆袭的想象，最终却亲手打碎了所有人的期待。